是什么样的一件物品，让大雄早已沉淀的归宿有了再次绽放的趋势？这是大雄人生史上最悲惨的一天。他拿着奶奶留给母亲的戒指，想去跟静香求婚，却在这条奔现的路上将戒指遗失。他认为这次的劫难就如同没有出路的潮水，彻底将自己淹没，而这也会是一个分水岭，令他与幸福失之交臂。可小多拉却是这场命格中的一场变数。他用失物找回机，帮大雄重新拿回了戒指，但人类往往又是贪得无厌的动物。大雄并未因找回戒指而就此收手，他用机器寻回了不久前丢失的10日元，甚至还想用机器赚取不曾遗失过的不义之财。不得不说，在道具乱用这个领域，大雄总能把道具玩出升华的感觉。因此小多拉一气之下离开了房间，而大雄得以用机器找回了关于童年所有的回忆。与此同时，母亲也发现了戒指的遗失，而那枚戒指又是奶奶对她这个儿媳的肯定，也是她对奶奶最后的思念。她苦苦寻找戒指的样子被小多拉看到，于是小多拉将失物找回机带到了母亲面前，让她使用。母亲想着戒指的模样，而后那枚视如珍宝的戒指便出现在了她的手中。可往往一个人的欢喜都伴随着另一个人的悲伤。再次遗失戒指的大雄只能用无尽的泪水祭奠他那永不复归的青春之恋。他跟小多拉保证会以好好学习为前提，再次换取来了道具的使用权。而他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再次夺取了母亲对逝去之人的念想。目睹了一切的虎父二人仿佛能够看到对方的心底，一针见血指出这是大雄所为。拿逝者遗物开玩笑天生就是一种原罪，如果老师还恰巧在这时给出了负面评价，那将会是大雄的一场劫难。不知大难临头的大雄还沉浸在体验童年的快乐中。与拿成绩评价一个人的学生时代相比，幼儿时的无忧无虑或许也是一种安逸。那一刹那，大雄渴望令时光停住。与冷漠的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相比，他更怀念那个独享奶奶宠爱的幸福时光。可往往梦想总是荒芜凄凉。母亲无情地提及着关于大雄一切的不好，认为他会是个一事无成的悲惨之人，甚至认为奶奶都会对现在的大雄失望。心底最后的防线被触及，大雄的世界也变得寂静无声。他用记忆温暖着自己。儿时的他曾因尿床被母亲批评，可奶奶却用最温柔的声音将水渍夸赞成漂亮的地图，并承诺会送给他一个守护神，而这个守护神是个永远不会倒下的不倒翁。原来儿时的大雄常常会被恶犬欺负，每一次都是奶奶将他救下。也就是那时，奶奶将不倒翁交到了他的手中。奶奶生病时，他会带着不倒翁一直陪伴在奶奶身侧，可奶奶往往会对孙子格外的亲切，即便自己生病卧床，也希望大雄可以暂时忘记悲伤，快乐玩耍。在大雄摔倒哭泣时，奶奶会将不倒翁送到大雄面前，让他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就如同不倒翁般，不管跌倒多少次，始终毅力坚强。这或许就是一位老人在即将离开世界前，用自己经历的千辛万苦为后人留下的生活之秘吧。大雄当时曾许诺一定会成为屹立不倒之人，却在漫长的岁月中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看着窗外如同当年的那一场雪，大雄终于重新审视自己，来到母亲面前。他将戒指交还到母亲手中，并主动道歉。而他也在这次回忆中重新振作，即便以后的人生路上处处荆棘，他也会擦干眼泪迎难而上。其实不倒翁在隐晦中预示了许多人的生活，他们在摇摆中避免不了被打击的命运，却会在倒下后因为心中的信念再次站起身来。我们相信，即便青春炙热的岩浆停止了喷发，但代之而立的却会是肃穆的山岗。